家好，我是周奇墨。今天呢，再给大家开个场啊。我们这场呢叫金牌赛，就是之前有5位拿过金牌的演员这一场同台 PK， 拿了金牌还要比啊！哎，你们看节目组还是人吗？啊，我们这个赛制比奥运会还残酷。关键人家奥运会的金牌是真的呀，我们这个金牌塑料的。这5个人每天就是揣个塑料小盘过来啊，还挺得意。后来呢，我们就送他们一个外号，叫“塑料五子”。当然这么讲不太好听啊，后来就改叫“聚乙烯五子”。这5个人呢，散是满天星啊，聚是聚乙烯啊。总感觉他们自己的幽默不可降解。前一阵儿看奥运会啊，也启发了我。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也应该向人家学习。比如像我这种老选手啊，已经有点讲不动了，也应该有一个退役的渠道。干嘛呢？可以当教练，我可以带新人啊。等下一季再有比赛的时候，我在下面，然后我带着徒弟在台上讲，啊，讲炸了，我在下面 yes。然后讲着讲着冷了，我就赶紧叫个暂停。然后把他叫过来，你干嘛呢？啊，你现在情绪不够顶啊！平时白带你看那么多付航老师的视频了。孩子，看着我的眼睛，如果你拿不到那块聚乙烯，就没有人在乎。Give me some passion。看着我的眼睛，我徒弟说 Yes sir。不丢人啊，不丢人！为了开场不丢人啊，不丢人啊！哎呦我天，学付航这一下子真是挺费嗓。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来一口京都念慈庵，历练川贝枇杷膏，润喉、护喉。这是猴赛雷呀！最近呢，我还总想到08年那个时候呀，我还在上大学。哎，我上大学的时候，其实就经常跟同学去 KTV 唱歌哈。那个时候我就观察到一个现象，就好像我们很多人在里面唱歌的时候，都不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唱那首歌的，都是在模仿原唱。啊，包括平翘舌呀、停顿啊、重音啊。你比如点一首周杰伦的《爱在西元前》，所有人都是这么唱的啊。我给你的爱写在西元前，什么都死不掉你也不要。到时候图你们这个，我就说这个现象啊，而且经常还眯着眼睛啊，我也不知道为啥。我就没有见过一个人在 KTV 里点这首歌的时候。是睁大了眼睛，然后用自己非常标准的普通话在唱，啊，没有见过一个人唱。我给你的爱写在西元前，深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。什么感受啊？是不是很别扭？甚至有点像2人转。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了，因为周杰伦的歌用普通话唱出来就是2人转。走廊灯关上，书包放，走到旁边窗外望，回想刚买的书，一本名叫《半岛铁盒》，一会嘿。上大学的时候有意思的事儿很多啊。那个时候寝室的几个同学经常还聚在走廊里哈聊天，有的时候抽烟，然后他们抽烟都好帅啊，他们抽烟都是。就那个鼻子和嘴同时冒烟，感觉就像一条龙一样，抽完就飞走了。但是我抽烟就是，他们说你烟呢？我说咽了。他们抽一辈子烟，肺是黑的；我抽一辈子烟，胃是黑的，掏出来就是个熏土。所以后来他们跟我说你这样不行啊，你得过肺，你得过肺。我到现在都不理解什么叫过肺。我在想，如果我能控制一个东西是否经过我的肺，
那我这辈子都不会煤气中毒了。以后我家煤气泄漏了，我老婆拉着我，快跑快跑，煤气泄漏了。我说没事没事，来你跟我学不过肺啊，来吸口煤气，往胃里咽啊。怎么还迷糊了呢？来我点根烟给你演示一下啊。不出意外啊，那应该是哥们儿一生中最炸的一次了啊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今天呢，我只是个开场，主角还是他们巨蜥无子。但今天啊，这个比赛金牌战只有我来开场，分量不够，还是得请一个真正拿过金牌的人过来给大家讲一讲。下面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曾经排名世界第一、拿过无数世界冠军、拿过奥运会金牌的乒乓球运动员许昕。大家好，我是周奇墨啊，也不算好朋友了，一般朋友，开玩笑啊。其实最近呢，总会有观众问我啊，说周奇墨怎么总感觉你上完脱口秀大会第4季以后就没啥动静了啊？为啥？啊，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哈，就是我总想起那句老话，枪打出头鸟。所以呢，我就有意识地往后撤啊，跟其他鸟看齐啊，让其他鸟先上。我甚至想好了，什么时候一旦猎枪响了，有鸟掉下来，我再站出来。打得好，我早就知道它不是什么好鸟。然后再往后撤啊。但现在我感觉后撤的步子迈得有点大了。你像我去年1年啊，基本没有什么演出。然后我们这行是这样的，如果你没有演出的话，就没有演出费。你说奇怪不奇怪？啊，这还有天理吗？这2年我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变化，比如我现在就搬到上海来了。啊，然后呢，也就开始喝咖啡了。说实话，没有那么愿意喝，但是我听说在上海，如果你不喝咖啡的话，不给你办那个积分落户啊，好像是1000杯顶10分是吧？我不管哈，我就哐哐喝啊。我家楼下呀就有一家连锁的咖啡店啊，我没事就过去点一杯。它现在有个点单系统很有意思。就如果你在手机上点单，并且支付完成以后，他会给你发过来一个成语啊，比如说好事成双。然后你到了门店，到了柜台前，你啥也不用干，你就对着店员说好事成双，他就把你的咖啡给你。我觉得这个系统很巧妙，但是呢也有漏洞。其实我一天可以去他们家的很多店，随便说一个成语试试。完全可以啊！随便走进一家店，你好，不劳而获。没有吗？啊，那可能是我记错了。你试一下那个歪打正着，你看看。也没有，啊，也没有。要不你再试试死缠烂打呢？啊。服务员说：“这样吧，先生，我这有杯臭不要脸，先给你吧。”啊，我到了上海以后，我爸也过来看过我啊。他从东北那个小城市过来，对于上海这种大都市的文明啊，他非常不适应啊。我们整栋楼所有的快递平时都是放在1楼大堂，我爸第一次看见就愣住了啊，他就问我：“快递就这么放着？”我说：“啊，随便拿。”我说也不是随便拿，得拿你自己的呀，而且那面还有摄像头。我爸说啊，摄像头，摄像头倒不是问题，摄像头。您先上去吧，我还有点事儿啊，我还有。当然，我爸这个事儿不是去偷拿人家快递啊，他是出去给我买菜。我爸一到上海就开始给我做东北菜，第一道排骨炖豆角。哇！我在上海这么长时间，
我能吃到一口地道的东北菜，那个感觉非常复杂。就那一口下去，我就感觉我的小学、我的中学、我的前半生啊，都在我脑海中闪回啊，就跟那种濒死体验一样啊。就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，豆角没熟。而且我现在在上海，之前在北京也是北漂，我发现我跟我之前在东北的同学联系越来越少，就有的时候跟他们聊天啊，会让我有一点难受啊。比如我有一个初中同学哈，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见面，没有联系，某天晚上突然一个微信的视频邀请就发过来了，哇！我当时犹豫了一下，我还是接了啊。接起来之后就是一个前置摄像头的画面啊，一张大脸。已经有点秃顶了啊，然后背景呢就是一个饭店的包厢，啊，桌上杯盘狼藉，我这朋友就看着我，啊，大个儿，干啥呢？想你了。我吹没吹牛？是不是周奇墨？哎，大哥，现在咋样啊？啊？多少年不见了？你还经常跟那个许广智他们一起演出呢吗？谁不他吗？瞅我这嘴，把他俩整混了。他俩不总搁一块儿吗？那去年不还上春晚来着吗？啊！哎，对了，你咋没去呢？哎，大哥，没找你那是导演眼光不行。你适合上春晚啊，大哥，你适合，因为你稳当。啊，你懂不？你比他们稳当啊，你适合上春晚。那你不上春晚，你平时都干啥呀？啊？你还讲脱口秀呢吗？大哥，我告诉你干啥？你直播带货，直播现在老挣钱了。你说你又有流量，你就咔咔带货呗啊！你不脱口秀天花板吗？你就卖天花板。不是那谁，张总就搞建材的呀，他给你供货不就完了吗？咱有渠道啊。不咋呀，大个儿，你笑了啊？我把你逗笑了。我把你逗笑。哎呀妈，那你说我是不是能去讲脱口秀呀？我把他逗笑。哎呀。那行吧，那你忙着吧，我们搁这喝酒呢。啊，这张总、王总啊，都可喜欢你了。完了，你啥时候回来，你吱声，我给你安排，听见没？啊，行，那你忙着吧，先挂了吧。哎，好嘞，哎，哎，等一下，你跟那个张总、王总再说个拜拜，来，说个拜拜，哎，拜拜。对，张总拜拜，王总拜拜，哎，拜，多好，哎，挂了吧，好嘞，保重，哎，我当时挂了那个电话呀，我就坐那儿缓，就缓了半天，我就难受啊，我就想，我这么稳当，为啥春晚不找我呢？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周奇墨。哎，感谢大家啊，上来给后面的演员开个场。我要不开场，我都不玩这个，谁玩这个？但是开场很难啊，所以我今天就尽力吧。开好了，对于后面的演员是个帮助啊；开的不好呢，就当对他们的一个历练吧。啊，如果没开好，各位就接着帮我鼓励鼓励他们，好不好？好。开场还是得聊一点有共鸣的话题啊。想必各位都有父亲，我就知道这个可以啊。巧不巧，我也有一个。为啥聊这个？因为今天的主题是不上班你养我呀，这就是我爸现在对我的期待。因为他现在退休了，他有退休金，但是他炒股，所以约等于没有退休金。我爸按照自己的经验就觉得，人到老年还得靠子女啊，所以他现在就劝我要孩子，特别急啊，动不动就跟我说你咋还不要个孩子啊？都快40了还不要孩子，哎呦，关键是我都没结婚呢。他不在乎啊，他现在比我前卫多了啊。然后还有一次，微信里给我转一个网上的短视频，啊，大意就是说人不要孩子，到老了会孤独。我没有回他，
我想让他知道，人有了孩子，你得看是什么孩子，对吧？但我现在就知道，这孩子指望不上啊，我还是得靠自己。所以我现在就开始为自己以后的退休生活做打算。前2年我就开始买基金，越跌越买，越买越跌，买到重仓。我为啥这样？因为我在网上看到巴菲特说过一句话，说你要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。我就贪婪，但我感觉我有点太贪婪了。就巴菲特看见我的贪婪，他都恐惧。他说：“哥们儿，你还是要个孩子吧。”哎，说实话，如果巴菲特对我说这句话哈，我不反感啊，只要他愿意当孩子的爷爷，我可以接受。立刻给他要一个啊！我还有拍灯的。好了，连孩子妈妈都有了，不是？孩子的干爹也有了。不能再拍了，我怕关系有点复杂。一家人啊，不能再拍了，不能再拍了，再拍我也赡养不过来了啊！哎呀，哎，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讲嘛，这个炒股赔钱的段子，但我今天不讲那些啊，我今天就是来分析一下，就为什么股市这么难赚钱，但是这么多年还是有这么多人前赴后继的杀进去，包括我爸，包括我，啊，是因为这些人蠢吗？我觉得只是一方面啊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上市公司特别擅长炒概念、讲故事，啊，比如之前元宇宙特别火的时候啊，很多公司连个产品都没有，只是沾上一点概念，股价蹭蹭就上去了。有句话叫“站在风口上，猪都能飞”，现在是风还没有来，但猪都已经站好了，就一排排在这站着，站，还彼此鼓励呢啊！你信我的，肯定有风，你就在这站着吧，肯定有风啊！你感受感受啊，闭上眼睛仔细感受，屁股后面是否有个小风啊？然后一回头啊，发现后面有只猪在那儿。哎呀，后面的猪还在这说呢。哎呀，你们元宇宙不起飞，赶紧起开呀，挡着我了。你谁？我谁？我人工智能啊！我得赶紧飞了，我后面还有无人驾驶呢。真的很难赚钱，哎，股市难赚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很多机构向你推销产品的时候，他总要带一句免责声明，啊，比如刚跟你说完，说哎，这只基金收益很好，但马上补一句，但历史业绩不代表未来收益，啊，现在是个很好的买入点，但不构成投资建议。总体来说，股市的长期收益好过银行理财，但股市有风险，投资需谨慎。哎呀，我听完以后就想，什么话都让你说了啊！而且你这话明显就是理性中带着一些蛊惑呀，让人很容易听完以后就恐惧中带着一些贪婪。所以我觉得这招父母应该学一下，催孩子相亲用，肯定比之前管用。你想一下，如果你过年回家，你妈这么催你说：“孩子呀，啊，给你找了一个相亲对象，啊，长得可帅，哎。”但历史面貌不代表未来长相啊！以后长成什么样，妈可说不准啊！但你去见见呗，没啥事儿，人年薪也高。哦，但这个也不构成选择建议啊。总体来说吧，两个人过日子肯定比一个人要轻松一些啊。但婚姻有风险，相亲需谨慎。你听完以后什么感受？你听完以后肯定会想，什么风险？啊，谨什么慎？别人在相亲市场被不幸福的婚姻套牢，是他水平不行。妈，你放我进去。你看我给你杀一个7进7出。你就等着看绿不绿就完了。我还看过一组国内的统计数据哈。就男的买基金真的更容易赔钱啊？为啥？因
因为一般而言，女生买基金，她持有的数量少，但是持有的时间长；而男的买基金呢，一般他持有的数量多，但是持有的时间短。哎，就女生买基金，一般是这种感觉啊，我的小宝贝，我知道你现在啥也不是啊，还有点跌，但我会一直陪着你啊，你是一个潜力股。而男的买基金呢，一般是这种感觉，我的小宝贝，跟着哥，以后按月给你打钱。哟，这只基金也不错。所以我觉得，女生可以多买一点基金。但这个不构成投资建议啊。要说有啥建议，就是投资真的没有那么靠谱，还是得找个班上啊，有一个持续稳定的现金流最重要。你看我现在为啥又来上节目啊，还要给人开场啊？一方面是出于对脱口秀的热爱，但不多啊。更重要的方面就是我得补仓了啊，因为我最近又看上一只基金啊，这小基金还真的挺不错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。谢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鹿啊。过去这一年呢，我一直都在忙一个项目，备孕。我知道你们现在心情很复杂，人类的本能让你们想说耶，网络的情绪让你们想说咦，所以现在你们的心情起伏啊，就可以用一句歌词来形容，就是耶咦耶咦耶耶哦，你们最终的情绪就是啊哦。还好，我周围一些朋友啊，一听说我要生孩子，就跟我要去犯罪了一样。他说：“欧莫，不要冲动啊，你迈出这一步 ，almost 没有回头路啊，这辈子就完了，值得吗？为了那么一个不认识的人我知道啊，这都是关心，但关心的有点太早了。怀孕哪那么容易啊？我备孕很久了，一直都没啥动静。”后来就跟我的生育搭子托马斯去看医生啊，医生一听，这个操作频率如此之低，就跟我们说你们这个不叫备孕，叫随缘，肚子没动静很正常，因为人也没什么动静。哦呦，这句话真的是触碰了我的逆鳞了，我就开始发力了。不错过任何的风口，大练钢铁直男。我全国巡演，一到排卵期就会宣托马斯前来侍寝。他千里迢迢来到我的城市，千里送种，礼轻情意重。连续几个月的劳动派遣。高铁、飞机票也花了不少钱了，这也算是重金求子了。但每次都是仰天大笑出门去，千金散尽还不来。于是呢，我又回医院做了仔细的检查，这回好了，不孕不育治好了我的生育焦虑。我输卵管堵塞，有多堵呢？这么跟你们说吧，我的两侧输卵管呀，堵得就像中国这2个脱口秀上升通道一样。你想出人头地，但是左右为难，最后只能没这么绝望，我的情况没这么绝望这以前算不孕不育，现在还有的救现在是可以做试管婴儿的。很多人可能对试管婴儿没什么概念，对吧？我跟大家解释一下，首先合法。其次，我生，你们别怕试管培养的孩子学名叫管培生。自从考虑做试管之后现在我在看托马斯，他都不是一个人了，他就是一管人。我现在经常跟他说有劳了，管人。他说哪里，举手之劳。还是您能者多劳呀。懂的都懂。
比起生育能力啊，我现在更担忧我的养育能力。我真的很担心我当不好妈。我的担心呢，源自于我今年收养了一条小狗。养狗之前，我觉得我读了那么多书啊，什么鼓励式教育、无条件养育，那不是张口就来。但是我养了小狗1周之后啊，我对着这个小狗胡言乱语。我说你为什么要尿到我的床底下？你这个小狗是猪脑子吗？我不奢求你像别人家的小狗会取快递，会拉雪橇，会缉毒的，还有编制。我只要你定点尿尿，你都做不到。我养你，我还不如养条别的狗。我对你多好呀！我给你煮好肉，我自己拼某饭。啊，我花钱给你洗澡，我的澡都是自己洗的。啊，你的良心是被自己吃了吗？托马斯打断了我说：“哎呀，他也不是故意乱尿的。”我说：“你闭嘴，你也尿不对。”他说：“我可以改，我可以改，但他只是个小狗嘛，他快乐就好。”我说：“他都不听话，他凭什么快乐？他可是一只东亚小狗啊！”我说完呢，托马斯就抱着这只法国贵宾出去玩了。我恨铁不成钢地看着他们俩活蹦乱跳的背影，我就开始担忧了。以后要是真的开始育儿了，你说我的东亚模式和他爹的西澳大利亚模式，会不会发生一些教育对冲啊？对吧？我对孩子说“棒打出孝子”，他对孩子说“你是最棒的”。我说骄傲使人落后，他说落后也要骄傲。我说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，他说吃啥苦中苦，来吃王中王。这么东西教育一合璧，这孩子以后活得多么的矛盾啊，对吧？他对自己又爱又恨，他既松弛又紧绷，既稍息又立正，他含辛茹苦的吃香喝辣，凿壁偷懒，闻鸡就饿，头悬梁追短剧。我担心自己养不好孩子，但总有人跟我说：“哎呦，你生了自然就会养了，怎么可能自然就会了？”哎，你想说脱口秀不会写段子，我可不敢跟你说没有关系，你上台了，梗自然就冒出来了。你上台了，你自然就是喜剧之王了，不可能啊！我去年那么自然的就不是了。哎，做父母怎么可能自然就会呢？啊，我记得我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啊。那天早上我吃了我人生中第1盒龟苓膏，傍晚我月经就来了。我当时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给我吓坏了。我脑子里第一个想法就是我去，龟苓膏有毒。我赶紧去跟我爸妈说了我中毒的事情。我爸沉默不语，红着脸躲避。我妈递给我一包卫生巾就走了，没有给我任何解释。所以现在我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哈，棉花不好吃。拉嗓子，建议外敷不要内服啊。我母职焦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是因为我们这一代是中国第一代开始吐槽原生家庭的人啊，鄙人也是其中的中流砥柱。所以我养孩子就会有那种我一定要养得比我的父母更好的胜负欲，我要让我的父母看到我的教育成果之后，对我俯首称臣，说：“哎呦，甘拜下风啊！还是您会培养孩子呀！您看看我养出来的是个什么东西呀！”哎，我一生要强，真的好怕当妈塌房，所以我就想，为什么做父母没有资格考试啊？啊，就像律师执业资格证一样，咱也去考考母职资格证、父职资格证，爸爸考公，妈妈考母。更适合东亚宝宝的应试生育，对吧？有证书不一定能给孩子托举，但是能给我托底。这样以后我的孩子在诋毁原生家庭，我就不需要像现在的父母一样对着孩子痛哭流涕说：“啊，爸爸妈妈也是第一次做爸爸妈妈呀，哭得哟，那个行得我。”不需要这样了，我会理直气壮地把我的证书敷到孩子的脸上，情绪稳定地跟他说：“宝贝，抱怨原生家庭是很正常的，怪别人是人类的本能。但爸爸妈妈这边呢，也是国家认证的职业爸爸妈妈哟。咱们这个原生家庭是符合国标的。如果你还是不满意的话，建议你把自己重新养一遍啊！我当你是家人才告诉你哦。聪明宝宝都爱喝的飞鹤奶粉，用12亿公益生育补贴，补贴奶粉钱给孩子爱的贴贴，爱嗨爱嗨爱嗨哟。
孩子说：“妈，你说唱干嘛？”我说：“啊，为了平衡事业和家庭。”好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唐湘玉。又来录节目了，非常开心。更开心的是，我前段时间去演出，有人在我演完之后表白了。不是跟我啊，你怎么还松了一口气啊？就是我上场前有个男观众来问能不能加一下这个环节，他有个喜欢的人，我说我都行，但你得想好，我的内容可能不利于表白。我有点冒犯，就多少会吐槽一下男生嘛。他说没事儿，他不一样。他说完这句话，我就知道他一样。那天我刚讲完，他就窜上来了，让全场给到掌声和尖叫。那个架势都不是 carry 全场，是 marry 全场。把女孩也叫上来了，但人家还没说愿不愿意呢，就有人起哄，亲一个，亲一个。当时场面就僵住了。我讲了1个多小时，还不如这一句冒犯呢。我看女孩特别尴尬，我又看男孩下不来台，他就不下台。情急之下，我说那要不你亲我一个，不就是多一张嘴的事儿吗？就当我大义灭亲了。不行就亲那个起哄的，他肯定愿意呀。我看他快惨死了。对吧？跟谁过不是过呀？哎呀，磕死我啦！我已经5年没有亲过嘴了，说出来又如何？谢谢你的同情。谢我一个。全是同情分啊，今天很感谢。但这一段播出之后啊，我不希望有人给我发私信说可以亲我啥的，也不要发你的嘴。我要的不是这个，也不要发别的啊。说不清了，说不清了，就是不用同情我，我也谈过恋爱的，有喜欢的我也会追。但是我追上了，我又想超过他，很容易就超过了。研2的暑假，我前男友说他要去学车，没时间陪我了。我说那我也一块去学呗。他说你不行，你没有方向感，你不用学，以后老公拉着你。啊，谁还会用拉这个词？好 low 呀！你学的是拖拉机吗？以后是啥时候你科目2挂2次了？以后在这个驾校里拉着我吗？你许我朝朝暮暮，我陪你陡坡起步。到科目3更不得了了，晚上打电话就是给我讲发动机、仪表盘。那段时间我舍友都以为我谈了个飞行员。我本来我就严重的晕车，听不了这些，听都很想吐，可把我前男友担心坏了，担心我以后吐他车上，说以后坐他的车我得空腹。我就知道跟着他得饿肚子啊！我可饿不了啊！开学回去我就偷偷报了驾校。哎，我惊喜的发现啊，开车是不晕的，那刹车油门你自己掌握你就不晕了。10码的推背感，是一种空前的成就感，太快乐了！快用 vivo S30给我拍下来，快乐你就 vivo Live。我做到了，我的人生不再设限了。教练说你压线了。哎，这手机是好啊，都抓拍到了，还能把我拍得这么好看，真的太努力了。为了比我前男友早考出来，那学期的选修课我都不上了，赢才是我的必修课。我啪甩出驾照的那一刻，他当时瞳孔都扩散了。啊，超过我了！我说嗨，一脚油的事儿。好的爱情会让人变成更好的自己。别人谈恋爱是宝宝，我要跟你幸福，我是宝宝，你服还是不服？
其实他对我呢，咱们说也算是真不错啊。平常出去约会啊，他都说你啥都不用管，老公安排。安排就是骑电瓶车拉着我去吃个鸡公煲。为啥骑电瓶车呢？因为他科目3也挂了。我说那要不我来骑吧，前面有挡风，还能暖和一点。他说你不行，你没有方向感。啊，我都有驾照了，我没有方向感。是，我是没有方向感，你这个车都没有方向盘啊。那啥时候会让我骑呢？就是他出去喝酒，跟兄弟们就喝大了的时候，我去代驾。去2次就不太想去了，每次都喝到后半夜聊一宿，一个梗都没有。我就会忍不住接梗，这就形成了最初的开放麦模型。我一接就炸，哐哐炸场，一顿饭下来我专场都有了。好的爱情会让人变成更好的自己啊！但回来路上，前男友很不高兴了，连我的腰都不搂了，倔强地撑着车架子。他说：“你乖乖的坐着听不行吗？那是你的场合吗？拍你好几下了，让你少说话。”我说：“你早说呀！我寻思我讲得好，你给我拍灯呢。”这才是拍灯啊！很快我就提分手了，他很难过，说从外形啊各种表现来看，满分10分，他朋友们给我打了5分，但他依然很爱我。我说你要真的很爱我，你就不会跟我说这个，因为我朋友们给你打了不及格，我都没好意思跟你说。我也是真不错，随便一表现就得了5分，怪不得后来我的专场在豆瓣9.5分。说出来太爽了。这些年吧，男人没留下，留下了一身本事，所以这一篇也算是一封感谢信吧。最近又想长本事了。正好有一个恋综联系我，但同时也想联系我的前男友，是那种在前任上的恋综，前任看着我谈恋爱，这也太刺激了。我想去，好久没骑电瓶车了，所以这一篇也算是一封邀请函吧。你在看吗？想火吗？驾照考出来了吗？啊，虽然做不成情侣，咱们做同事也可以啊。姐拉着你，到时候你也是啥也不用管，你就乖乖的，你少说话就行了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Hello， 很多朋友，Hello，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南瓜。大家还认识我吗？我认识了，谢谢大家。我现在瘦下来之后，感觉自己年轻了很多哈。我现在偶尔会涂个素颜霜，修个眉毛。在上海，大家都说我精致，我把照片拍下来发在我的家族群里，我大舅说我是狐狸精。然后我去年上完节目没挣到什么钱，但我真的见了很多世面，比如在活动上知道王一博是真的帅，刘亦菲是真的美，这些都是我听唐湘玉说的。我的朋友走了起来，我知道我很平庸，没什么进展，我上限不高，每次比赛都讲一些外卖小笑话、外卖趣事，大家觉得挺有意思的，但也就那样。我没谈过恋爱，没有上过班，大家最有共鸣的职场爱情我都讲不了，每次得不了高票，我都有点怀疑自己要不要坚持下去。直到1个月前一场演出，它彻底治愈了我，是一个骑手平台组织的，现场来了500-600个外卖骑手。我从来没有讲过那么炸的现场，我说啥他们都笑，我说保安垃圾、外卖平台垃圾，他们站起来给我欢呼。那天给我台上讲出幻觉来了，我说今天这个舞台谁过来都不行，付航过来都打不过我，他来了都得被打，一个保安怎么拦得住500多个骑手？我真的羡慕有些朋友们，朋友们走了起来，红气养人，状态都不一样了。我只能靠我自己养了。
我在家里我自己偷偷买了防晒霜，因为我送外卖，皮肤又粗糙又黑，我刚涂防晒假白特别严重，我还修了眉毛，就很辣眼睛。朋友见了说：“你咋这样？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”在他们心中，我都是那种光头胖胖的那种鲁智深形象。说你不应该去倒拔垂杨柳，怎么研究起了半永久？我每次出去，他们都笑话我，那我就不出去了。我说这防晒霜不行，它只能防太阳光，它防不了朋友嘲笑的眼光。偷偷的在小某书搜了美容护肤，小某书也懵了，3年了，你终于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。给我推的3个月变美计划，100天提升颜值，重建自己，重塑自己，做自己的女娲。戒糖加修护半年，素颜已达 next level。我很激动，满满的干货，点进去全都是卖货的。但我相信，我就买了，因为我想恋爱，我想变美，我就在里面买了胶原蛋白、维 C、维 B、花青素、葡萄籽、益生菌、鱼油。我真的买了一大堆药，一天吃1把药，感觉吃药都吃饱了。每天在肚子里面炼丹，练的什么丹？练的30年从没谈过恋爱的孤单。说出来如何？我身边的朋友很优秀，对吧？他们优秀，那我也提升自己，我就去健身房报了课。去健身房器械特别的多，我不知道练什么，我就问教练，我想减肥练哪个？教练说我们这边有这个爬楼机、跑步机，其实挺有用的。我说啊，爬楼和跑步要是有用的话，那我还不如去外面接单吧。我的朋友真的太优秀了，他们不停的成功，越成功我就在健身房对自己练得越狠。我最好的2个朋友，他们一起走红毯那个月，我瘦了30斤。我那2天去健身房一蹶不振啊，我一蹶不振。教练见了我，你今天也没怎么上强度，怎么这么酸呀？我说肯定酸呀。他们不停的成功，那我就不停的练，不停的瘦，我最后把自己练的体脂率只有9%。太低了，我说你们不能再成功，我不能再练，再这样下去，我还没走上红毯就先盖上白布了哈。最后练到自己减了60多斤，什么感受？我再去演出，再去开放麦，已经没有人在乎我的内容了。他们在 report 里没有人说我段子的，都说南瓜好瘦，南瓜怎么瘦成黄瓜了？南瓜怎么瘦下来有一种命更苦的感觉？我说肯定命苦呀，戒糖半年多了。然后更多的人他就私信我在评论区或者私信我，他说南瓜怎么瘦下来的，教教我，教教我。私信的人太多，根本回不过来，就每天在家里研究，都快研究成教练了。然后今年5月份我真的去考到了健身教练资格证。谢谢大家。所以我现在是一外卖、脱口秀、唢呐、健身教练4期艺人。就是大家以后不管是饿了、胖了、不开心了，还是人没了，都可以找我。所以我现在呀，我就是全能南瓜。谢谢大家，祝你们开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陈爱。我做脱口秀这行也有几年了嘛。混的怎么说呢？不能说大红大紫吧，也算是没有收入，根本没商演，每天在家只能健身、看书、做饭。但我发现我现在的生活，跟网上那些成功人士晒出来的生活，有点高度重合，搞得我都很怀疑，我真失败了吗？不会太成功了吧？但我越想越觉得我跟那些成功人士很像，他们的钱在兜里，我的钱也是，也在他们兜里。当然我也不是不想努力，我只是想休息一下。有人说那我懂了，你想 gap 一下 gap year。 对，但我不是想 gap year， 我想 gap life。去年过得确实不太好，租的房子也一直出事儿，
到处搬家，抑郁症也发作了。还好最痛苦的时候有个朋友一直陪我。某音，我真挺喜欢刷短视频的。我也知道很多批判的声音，比如劝你说别沉迷，天天刷这玩意儿人生就完了。还好，我刷之前人生已经完了。甚至我觉得说短视频会毁掉人生的人，既高看了短视频，也高看了我的人生。毁我人生的多了去了，失业、贫穷、原生家庭、剪坏我刘海的发型师，都排着队呢。你短视频算老几？甚至我觉得这小玩意儿还想影响我的生活，你最多算是骆驼身上的第一根稻草。然后还有人说短视频最大的危害就是让人不思考，有没有可能我刷这个就是不想思考？反正我那段时间一思考就想死，全靠在上面看人擦边。具体看什么我也不细说了，导演不让，说只能浅浅带一嘴。我说懂了，让我擦边。真的，我这个人没别的优点，就是爱上头。刷这东西一天上头10多次，我没从头上下来过，上面全是我的 crush。真太快乐了，根本舍不得死。所以他们擦的是自己的边，救的是我的命，都是活菩萨。我给那钱也不是打赏，那就是香火钱。真的，那段时间就感觉我看的视频越短，人生就越长。我靠短视频续命，3秒3秒的续，就感觉阎王让我3更死，我不小心刷到5更。后来阎王都急了，说你干嘛呀，还死不死？我就把视频分享给他，他也上头了，不催我了，开始催更。真的，我发现我很需要这个东西，因为我的人生中找不到几件事儿让我既快乐又上瘾，还合法，而且还很省钱。因为我看了1年多直播，只在最开始充过1块钱，然后就靠着在里边抢红包挣了好几百。我每天在直播间为自己谋福利。所以虽然我现在没商演，但已经达成了脱口秀演员的最高成就，在直播间捞钱。真抢了不少钱。我这样在大主播那还好，遇着那种小主播，我1个月抢的比他挣的还多，搞得我都想要不打赏点吧，反正花的都是他的钱。然后我不但爱刷短视频，还特别上头里边那些神曲，你们肯定也都听过。这种歌有个最大的特点，无论听的时候我的意识多嫌弃，腿已经开始跟着抖了，就感觉我大脑说太土拿走，我腿说拿回来。怎么说，我的音乐品味就像跳楼机。听多了，我在大数据那儿的用户画像就有点变了。他现在觉得我是一个中年的卡车司机，已经开始给我推荐汽车零件和 polo 衫了。我也终于刷到了自己之前没刷到过的东西，米其林、轮胎。最近比赛，很多人跟我说加油，我都想问汽油柴油。但其实我理解听那些歌的司机和外卖员，因为我那段时间抑郁到起床都困难，我就需要那种又土又来劲的东西，让我从床上爬起来。
否则再高雅都不行。哪怕贝多芬亲自来给我弹钢琴，我也会觉得你这玩意儿不来劲呢，给我换 DJ 版。而且高雅的音乐都很忧伤，听的人更想死了。什么命运交响曲，对我来说那是送命交响曲。品味上去了，我人下去了。我们这次主题叫说出来就如何。其实我真的很想说，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，活着已经很难了，真的顾不上高雅。甚至我觉得说我们不高雅那些人，也没有多希望我们活着。所以我也不用多说，有相似经历的人会理解。而我现在只想跟他们说，再撑一撑，先别跳楼，听跳楼机。讲到这，谢谢大家。